哇，这个缪缪，哦，这又回到过去了，马上停止注射！伊芙利特的原始记忆失控会威胁总部安全，立刻停止注射！您多虑了，我说过，实验室已经，海顿实验室的事故就是伊芙利特造成的。这条信息请诸位严格保密，并务必加以重视。天哪，这件事说出去，估计又有很多研究员会在内心里面对小火龙。如果继续施加刺激，伊芙利特的原始记忆有再次失控的可能。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停止！你这……哇，塞雷亚直接终止注射，太帅了！伊芙利特，你还好吗？赫莫，塞雷亚，对不起，我没忍住。塞雷亚主任，您是违规干涉其他部门的项目，我对此提出抗议。你抗议？你！伊芙利特的原始记忆强度远远超出以往的评估，你希望海顿实验室的惨剧在这里重演吗？原始记忆强度的判断是结构科的职责，我认为目前一切在结构科的掌控范围。但安全评估是防卫科的职责，我以防卫科主任科长的权限要求结构科调整治疗方案，并提交给防卫科重新评估。您的要求太无理了，特别是对这次治疗的中断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工作准则。还是说，伊芙利特失去了调查价值，他的死活已经不重要了吗？啊，你这是在说什么？觉得伊芙利特的死活不重要的到底是谁？如果结构科已经不能为患者和癌因生命的安全负责，那防卫科将为伊芙利特更换适合的治疗机构。哦，这次的剧情确实是插叙比较多，如果平时看漫画看的比较少的话，确实可能会觉得有点乱，需要稍微看得认真一些。塞雷亚主任，在治疗之初我就表达过，这是一场冒险。正因如此，我特地向总辖申请了实验性治疗的许可。但如果因为您的介入，结构科无法按照既定的方案推进治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结构科都不可能再独自承担。这需要向总辖报批。如果您执意，我们就让他来定夺吧。哟，提到总辖了。好吧。哦，塞雷亚，我去就回来。哦，这也太……我去就回来，也太帅了吧！一种你安心没事有我呢的感觉。好帅的赛马。这个地方应该是接之前他和缪缪那个。他穿着西装走下来的那个。塞雷亚女士，你和克里斯滕莱特女士的报告太精彩了，哥伦比亚的星星果然名不虚传呐。我们公司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才俊，不知您和莱特女士是否有兴趣？承蒙错爱，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抱歉，失陪了。真是不识抬举，也罢，和莱特家扯上关系，说不定还弄得一身骚。你果然在这里，克里斯滕。你也受不了里面那股腐烂的铜臭味了。哇哦，好漂亮啊，克里斯滕。总辖好漂亮。这就是哥伦比亚科学界的现状，止步不前，没有人专注于科学，他们追求的是金钱与名誉，醉心于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当年那些和蔼可亲的叔叔阿姨们，在我父母去世后就开始恶意抹黑攻击他们，如今他们又在这里对我满面谄笑，想到这些我就脊背发凉。他们胆敢再靠近你，我会让他们满地找牙的。哦，这是什么前妻？
我知道，谢谢你，塞雷亚，谢谢你一直保护我。哦，像赛蝶这样的人很难不吸引女童。自从我父母去世以后，愿意维护我们名誉的人已经不多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说谢谢太见外了。莱特夫妇也是我儿时的偶像，他们的功绩是重置们无法抹杀的。是啊，因为他们，我才走上追求科学的道路，选择继续他们的研究。我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们是对的。如果知道你今天的成绩，他们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但这还不够，他们用毕生的心血制造去往天空的翅膀，而我想去的是更高的地方。哎，翅膀啊，就怕是像神话里一样。这就不是仅靠我们两人能做成的事了。说得对，塞雷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团队，一个很大的团队，需要各个应用学科以及基础学科的顶尖人才。所以说这段其实是更早的内容，更早之前的回忆，是蓝银生命还没成立，这蓝银生命成立之前，需要各个应用学科及基础学科的顶尖人才。但这片大地还在遭受天灾和矿石病的摧残，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会有非常多的现实障碍。那我们就连天灾和矿石病一起消灭，这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探究天灾和矿石病的机理必然涉及原石的深层研究，而原石蕴含的力量又可能成为一切探索的关键。我们可以成立一家公司来做这些事情，在那里尽情专注于我们想做的研究，它一定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塞雷亚，你来做我的联合创始人。好啊，不过那时候恐怕攻击我们的人只会更多。那我就成立一个部门，除了做科研，还可以保卫整个公司。是你的话，可以保卫整片大地。你可以保卫整片大地。这个部门叫防卫科好了，你来当主任科长。那么，塞雷亚，接下来就请你继续保护我啦。总辖，我们到了。我靠！画面一转，怎么变成这样了？画面一转，怎么？塞雷亚，好久不见了，最近还好吗？承蒙关照，总辖。咚咚咚！两位有什么事情吗？我了解了，塞雷亚主任，你对于刚才帕尔维斯主任的情况陈述有异议吗？为什么塞雷亚老是遇到这种事情啊？我的天哪，老是回不去了。没有。那么我认为治疗无需停止。我并不是要求治疗彻底停止，而是应该以安全为考量，重新制定和评估治疗方案。我再确认一下，帕尔维斯主任说患者的病情有确切的好转，你对此有异议吗？没有。塞雷亚，我们之所以会聚集在这里，正是因为我们都曾痛斥哥伦比亚科学界的止步不前，痛恨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却阻止他人前进的腐朽之辈。这你没有忘记吧？哎呦，我的天哪！所谓科学精神，要有大胆追求真相的勇气，但还要有严谨论证的过程。这你没有忘记吧？哇！进行疯狂的对峙，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的天哪！赛马总是轻易的攻略下一个人，却总是经营不了一段长久的感情。鉴定完了就是直男啊！何况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伊芙利特导致了海顿制药1号实验室的事故，事关伊芙利特和莱茵生命全体员工的生命安全，当然应该谨慎行事。塞雷亚，我记得你以前总是说不能让情绪影响理性判断，我的判断正是基于理性。有证据证明伊芙利特在海顿实验室的失控是实验行为的刺激造成的吗？像塞雷亚这种人很明显就是属于喜欢做事但不会说话的那种人，知道吗？所以肯定和人家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如果他的失控是矿石病恶化造成的呢？那么帕尔维斯主任的治疗就是正在降低失控发生的几率。这也只是你的猜测而已。没错，都是猜测，所以才需要持续的求证。实验性治疗应该继续，而且凭借你亲手参与设计的总部安防系统，加上有你在这里坐镇，即使伊芙丽特的原始记忆真的出现大规模失控，你也一定能处理得了。根感跨页匹配这个样子吗？这样翻译了。当然可以，但我们不能将患者和员工的生命安全作为赌注，那种情况就不该发生。塞利亚主任，请您相信，我们对此并非毫无防备。至于帕尔维斯主任所投诉的塞利亚主任越权插手结构科内部项目，我希望塞利亚主任能够像我一样信任帕尔维斯主任的判断，让同僚没有干扰的工作。同时，我也希望帕尔维斯主任多多理解，毕竟塞利亚主任的部门工作性质如此，而且他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相信帕尔维斯主任能够平衡好风险与收益。当然，我会充分考虑塞利亚主任提供的信息来源，信息来制定后续的治疗计划，保证治疗安全。塞利亚主任，这样你可以接受吗？完全不能接受的表情啊！不是，这谁能接受啊？好家伙，女儿，我的女儿！对了，市长发来了感谢信，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这是你的功劳。救援不算成功，疑点很多，恐怕仍有大量调查要做，而且海顿实验室很可能进行了非法实验，还不到谈论功劳的时候。米尔塞斯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但是市长的要求只有救援，但海顿实验室显然有问题，如果不查清楚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不，没有调查，任务到此为止。又想掩盖真相了吗？压制舆论，抹消证据，让海顿制药逍遥法外。我们早就谈论过这件事，公众对技术有天然的恐惧，这些激进的科研行为一旦曝光，会让他们陷入过激反应，导致这个方向的研究陷入巨大的阻力，哪怕是我们的无害项目。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做一些这样的事，避免双方受到伤害。而且一直以来防卫科在这一块做得很好，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我发现明日方舟有好多这样的剧情啊，就是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准备一块干一番事业，然后最后发现已经不知何时已经偏离了轨道啊，走向了不同的两个方向。最后发现两个人最开始的时候明明是因为关系好才准备一块做事的，到了最后事业是做起来了，关系不好了。感觉明日方舟贼多这样的。另外，不是我想掩盖，是市长。我做这些事是为了保护必要的项目不被中断，而不是放任这种事一再发生。而这种情况和以往不同，海顿可能在做非法人体实验，他们过线了。海顿已经死了，他得到了惩罚，但他做不到这些，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操控他。如果不阻止这些人，这样的非法人体实验还会……塞雷亚，你的个人意愿与莱茵生命无关。我们没必要趟这趟浑水，这个任务到此为止。银老板和灵芝是比较奇怪的。我觉得还有很多那种看上去关系好，实际上关系不好的，而灵芝和银老板属于看上去关系不好，实际上内心里关系很好的那种人。塞利亚，总辖怎么说？帕尔维斯主任同意保证治疗安全。接下来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可能一段时间没法过来，这期间伊芙丽特就拜托你了。好的。找我有什么事？缪尔塞斯主任。面缪好可爱啊，这张画的。怎么管我叫的这么见外啊？抱歉，我现在没空，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说吧。调查带上我吧，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要这么防着我啦，总辖也对我下了结束调查的命令。
既然蓝衣生命退出调查，那就只能我们自己做了，对吧？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想要什么？原来塞利亚主任眼中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吗？其实我也是出于正义想要查明真相呀。哎，等等，我说，看海顿实验室的规模，背后的金主财力雄厚，全哥伦比亚有这种实力和动机的公司并不多。虽说总辖肯定没兴趣管这种事，但如果能揪住对手的小辫子，生态科的竞争压力说不定会小很多呢。原来如此，那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哎，等等，带上我呀，我能派上用场的，我有线索。你还记得我们最后看的录像带里那2个研究员的对话吗？那是圈内的都市传说，哥伦比亚有一个神秘的正义组织，组织者和成员都身份不明，他们会用各种手段摧毁各地的非法实验室，营救实验体，并对那些犯罪者实施正义的制裁。在民众眼中，他们就像是正义使者一般，而且他们存在的证据是真实的。死神医生被指控实验室发生事故，实验动物得到营救。我听过，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这些说不定也只是巧合罢了。但我的线人说有办法帮我接触这个组织。如果录像中说的他们指的就是这个组织，也就是说海顿实验室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他们，不管他们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可能搞到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海顿实验室的线索。上车。哦，老司机带我。乔斯研究员，我在。我记得你的疗程快到了。是的，乔伊斯将接受定期脑部检查及治疗。接下来的1个月你就专心接受治疗，你这边的工作我会安排其他研究员接手。今天你先回去吧。逐渐架空，好家伙，这不就是 PUA 的话术吗？对吧？先把你捧得很高，然后再否定你，然后再把你周围你的朋友啊，再逐渐的让你疏远你的朋友，让你变得孤身一人，没有别人可以请求帮助，这不就是 PUA 吗？老师，最近我一直觉得我这个老师做得很失败啊！你看，开始了，先贬低自己，然后再，对吧？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反思反思你自己的问题。我的天哪，这是纯纯的 PUA 啊！没有的事，那你为什么相信塞利亚主任却不相信我呢？天哪！老师，我只出于对患者的考虑。你跟塞利亚主任能交好，我是很欣慰的。毕竟塞利亚主任是一位能量很大的人物，他来我欢迎，可你却总是将我们的实验性治疗状况透露给塞利亚主任，这种泄露部门数据的行为是违规的。之前我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担心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塞利亚主任干涉结构科工作，你也因为他的影响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这已经影响了项目的进展，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真的被彻底的拿捏了。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考虑清楚，在这之前你还是可以照顾伊芙丽特的生活起居，但暂时就不要参与和他直接接触的一线治疗了。我靠，直接架空。这里应该是回到现实的时间线了。心跳恢复，血氧浓度回升了，开始静脉注射干扰素。我再也不会不听赫姆话了，我再也不会故意烧掉作业本了。只要达利亚能好起来，我什么都愿意。达利亚怎么样了？他醒了，暂时没事了。等等，他还很虚弱，你不能进去，但你可以用通话器和他说说话。哦，达利亚，达利亚，你还好吗？哦，对了，我接着给你讲故事吧。上次讲到水精灵生病了，主人公非常着急。这个故事后面肯定是有用的。众所周知，讲故事一般都是隐喻。他问森林里的妖精，妖精告诉他要去找沙漠绿洲里的湖泊，
那里的湖之精灵能够救活水之精灵。贺木研究员，治疗要开始了。这是应该是原来在治疗小火龙的时候。外面的体征监测就拜托你了。放心，我会做好伊芙丽特的治疗的。请你配合一点，不然贺莫可不好受啊！我操，什么日本医生？你也不想贺莫不好受吧，伊芙丽特？啊！哎呀，这种事何必劳烦莱昂学长呢？让我来就行。哼，奥尔贝，不想一起被烧死就记得绑紧点。哎，了解了解。伊芙丽特，我会轻点，不会弄痛你的。奥尔贝，贺莫呢？贺莫怎么没来？贺莫他最近有事，白天没法来帮你治疗。哦，等他忙完，我会让他赶紧回来的。你要乖乖的，好吗？奥尔贝，你帮我告诉贺莫，我没事的，我会好好配合治疗。等贺莫和塞利亚回来。哦，孩子这么懂事。患者伊芙丽特开始第2周第1次治疗。天哪！疼在我心啊！贺莫，血液数据怎么样？一切正常。还不让他去看伊芙丽特。第2周第2次治疗。第3周第1次治疗。第3周第2次治疗。怎么会这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治疗会弄成这副样子，一切都很不合理。就好像这根本不是治疗，而是伪装成治疗的实验。你去准备下次的活星剂，还有2天就要进行第3次治疗了。2天？这已经是这周第3次了，这频率也太高了。这是帕尔维斯主任的安排，轮不到你来质疑。这药物配伍太危险了，而且剂量已经远远超出治疗，甚至早就超出了最大耐受的剂量实验的范畴了。你们这是把伊芙丽特当成实验体了吗？真以为你挂这个实验主导人的头衔就能对治疗计划指手画脚了吗？请注意你的言辞。你搞清楚，现在可是莱昂直接对帕尔维斯主任负责。贺莫，你应当配合我们，而不是在这里质疑帕尔维斯主任的实验计划，明白了吗？哇靠！血压高了，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高血压漫画吗？实验计划，老师，你到底想做什么？帕尔维斯老师，啊，赫莫，你有事吗？老师，我想和你谈谈。老师，对不起，这些天我冷静下来想过了，我的确被看到病人遭受痛苦而产生的同情心影响到了判断，还顶撞了老师。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却让老师失望了，对此我真的非常羞愧，请老师原谅。他是过来看这个是儿，谢谢老师。很好，这次治疗结束后，我回来就给你恢复权限。是，那么我就继续回去工作了。对了，这次注射的剂量比较大，超过了注射机的默认安全值，需要老师您的权限。老师如果有事的话，可以把工牌给我，让我去操作。哦，你看你把我这都给忘了。哎呦，你看这意思已经，哎，太年轻了。感觉这
老师不就已经发现了呀？太年轻了，你上来这么突然的就直接认错，然后直接就把目的给抖出来了。可能赫姆也是不能等了吧？研磨计划，代号伊芙利特，怎么会？为什么？这都是什么？天哪！赫姆，都看到了吧？我靠，好哈人啊！这个分镜看得我全身一抖。